不好？立法院还在空转。你看那个，我今天就觉得好笑啊！行政院长卓荣泰，他跟记者讲话，在立法院门口讲，照理讲应该在行政院讲，为什么在立法院呢？因为他到立法院去嘛，他要备询呐。行政院长有按照宪法，他要报告并被质询呐。然后呢，民进党已经杯葛4次，不准他讲。以前呢都是国民党那时候执政，国民党行政要上台，民进党跟你闹啊，从党外到民进党闹啊，跟弄啊，甚至一天都不让你，觉得有杯葛你1天，甚至杯葛你2天，至少杯葛你1个上午，表示我赢了，在野党赢了啊。现在杯葛4天，民进党杯葛是他自己的行政院长，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哦。所以呢，国民党委员就举标语去讽刺，说呢，你们让议事空转呢、而且呢，吴秉叡一个人在主席台上回呛说，偷开院会不存在，不能偷开啊！你们当时呢怎么偷开啊？这个不可以让你们通过议事录啊！国民党就是委员会通过那个什么反废死、反什么戒严的公投了。那民进党一方面又笑说，你是不是这个反什么东西？我们现在也没政策，也没废死我们也没戒严，反什么但一方面呢，又不准他们在立法院院会给他通过那百工百业说已经急死了，黄国昌说吴秉叡霸占主席台，还在那边滑手机，大家都看你说立法院要跟立法院报告啊，880亿啊，对不对？要怎么运用啊？钱够不够啊？不够要怎么办呢？大家都看你行政院有什么方法出来吗？那就他们就因为昨天这个还是前天，因为昨天他不是找了这个什么这个傅昆萁啊、黄国昌啊协商吗？等等，在行政院嘛。那柯建铭就很不高兴的说，为什么主位给柯建铭、给这个傅昆萁做，我才应该做主位啊，我这多资深啊，就生气后来赶快呢，那个郑丽君把位置让给他，这个柯建铭才算了。然后呢，行政院长还拍着柯建铭说，哎呀，这人家是客人嘛，事实上是客人了。后来又说我们主客不分了，这国家的事情，当然立法院到行政院。立法院当然从某个角度看算是客人嘛，就算行政院到立法院，从某个角度看，行政院长算是客人嘛，那好，他们故意摆了一个C位，柯建铭请坐，这糗他了糗他。哎呀，现在立法院我常常觉得真的，我觉得就是浪费很多时间，浪费很多生命，这个地方根本搞什么都鬼一事无成，一天一天这样耗费那傅昆萁、黄国昌就问赖清德，这是你授意的吗？吴秉叡占据位置是你授意的吗？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国难当头，当家闹事，台股都这样子，你们还在杯葛，你们到底搞什么鬼呢？这个黄国昌也说你们又锁门，又阻挡官员，又拉布条，然后呢还说要卓荣泰报告你在那玩哪一招？我看不懂啊！要卓荣泰报告就让他上台啊，又不给他报告然后说要他报告到底怎么回事那国难当头，民进党还在霸占主席台，还去抹黑韩国瑜。王宏威说这个青鸟都在造谣然后在网络上乱造谣一通那傅昆萁说，请卓荣泰赶快到立法院报告880亿的方案，我们在野党愿意支持一起来解决卓荣泰说这个希望朝野挺，不足我们再加码，我们看一下。蓝营酸度爆表，一场准备2张 C 位，就等柯总召大驾光临。蓝营狂酸柯总召院长未遂，但绿营已经5度瘫痪，总质询。破坏宪政秩序，晚上给我开会！你会先下来啦，先下来啦！对卓荣泰院长所提出的880亿。来对产业以及劳工的纾困，国民党表示全力的支持，国民党也表示欢迎，希望卓院长能够尽快的到立法院来做相关的报告跟说明。民进党散漫无能，已经让人民非常愤怒了。没想到自家的立法院党团还当家闹事，之前瘫痪了4天的院会，目前议场后方的门被锁起来了，一方面说要请卓院长来做专案报告，另外一方面现在又把议场后方的门给锁起来。民进党当家闹事，你们现在是在玩哪一招？不仅我们看不懂，我相信台湾人民，大家全部都看不懂。常会怎么看？
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国难当头了哈。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你搞不清楚谁是执政党，谁是在野党。这几天呢，我跟大家讲其实民众其实也不是那么搞得清楚状况，但是好像这整个媒体的这个氛围，让他们觉得也很恐慌，感觉每一国都在做准备。最近我看到2张梗图，蛮有意思的，都跟赖总统有关系哈。一张就是赖总统旁边写一个空哈。另外是一个4格漫画大概他都是用这个漫画风把它表现出来了哈。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是赖清德嘛一个是中共军演的时候在睡，台积宋美在睡，32%关税在睡，然后最后一个很悲伤了柯文哲还没死，眼睛睁开这样子这当然是这个民众的一些感受了昨天的这个股市大跌之后，其实我自己听到非常多的小资族觉得很难过大家觉得说我很认真工作然后想说要存钱，然后分散，然后买了一点股票，然后今天跌成这样，他就说那我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工作呢所以回来看其实在这个周末连假的时候，民众党其实就已经提出来就是希望这个卓荣泰来做这个针对这个880亿这个大家觉得很空泛的这个内容来做所谓的专案报告。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昨天进到这个行政院去，基本上我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真的是基于现在目前国家所面临的状况去参与这一场会议，虽然在一个于法无据啦但是等于公邀我们大家去讨论了，结果大家也就看到柯建铭真的是荒腔走板，听说闭门的时候他还在讲说这个川普在搞全球大罢免，就是讲一些非常非常莫名其妙的话。但是他在这个媒体还没有离开之前，在推挤这个副总召，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这样子，因为大家就是要来讨论事情嘛。看起来卓荣泰也希望可以赶快来报告这个880要怎么做因为民众党甚至提出就是说这是删掉的，一直在说蓝白3预算嘛。那2000亿的部分，如果880亿不够，是不是删掉的部分，我们也可能在这一次，如果我们企业就要受灾，因为它可能会联动到我们的劳工都会受到相关的影响，可以赶快来做讨论。那你就看到今天早上吴秉叡坐在上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是执政党的一个立委，然后还霸占，然后还在谈公投的事情，所以你还在心里还在想，大家看清楚，民进党这个执政党，他就是心里满满的他还是要去创造这种仇恨对立的部分。我跟你讲罢免的台子都还没有搬走，都还在各个地方在放虽然我老实说了，我看到去联署的人已经变少了，但我不觉得民进党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有放下来那我要回来讲，就是说，当然大家现在刚刚前面讲很多，就是说川普他在谈判上面，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各国好像都在努力做点什么？那因为现在不是反制他就是对他投降嘛那对他投降不见得真的会拿到相关的好处，像石破茂这样，但是在反制里面，像欧盟他们大概就是会提出几个东西。现在我最好看到像什么波本威士忌啊、葡萄酒啊、乳制品啊这些已经被他排除了嘛，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其实大家都有在做一些准备。为什么会觉得这是赖清德的团队在大家等了半天之后，他出来讲的相关的内容，其实你如果仔细去对照，跟前一天这个工商总会理事长讲的内容几乎很像。所以他自己到底这个团队准备了什么？我倒是比较注意像几个直辖市的这个市长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内容，我觉得他还有不断的告诉大家说要赶快找企业来谈所以他现在开始找企业来谈，打一底话，然后感觉他有动，就是别人讲他开始动作，别人讲他开始动作那我看卢秀燕提出一个受灾模型这应该这3-4天其实企业他所受到的全球的一些反应大家都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回来讲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包含在野，大家愿意去行政院跟你一起开那个会，就是希望可以坐下来好好解决台湾目前所面临到的问题，包含刚刚这个讲到吴钊燮跟林佳龙去了这也是绿委自己讲的，后来证实好像林佳龙没有去，林佳龙在台湾到底谁要去谈判，谁有能力来做这个谈判？我觉得这个才是民众现在最在意的事情。说是这个吴钊燮经过特殊管道在沟通有没有效大家也不知道。老沈你要补充吗？我觉得是讲这个立法院的荒腔走板是没有什么意义，浪费我们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在野党不应该讲说我看不懂，你要说你看懂，因为你看不懂他就觉得好笑。因为民进党已经没有把国会的运作当作以后3年多的一个主流，这个是敷衍
拖病啦，他的戏还是主要放在要大罢免上面了，这是用来拖。不过我还是要有限的时间，我要把它拉回到我们这一次啊，其实政府真的是完全一塌糊涂。第一点是反应的速度比人家慢，比加拿大啦、比墨西哥啦、比日本都慢得多。第二点呢，我们派出的人分量不够，是谁去啊？是谁去谈？这个层级不够。第三点呢，你的授权不够。你到底如果照总统讲的啊，就从零谈起啦，这个排除障碍啦，讲这些东西川普有讲哦。川普说，这个他的幕僚财政部长也讲，说这个谈判的过程中啊，不会那么简单的，因为川普心意一定不会改变的。但川普有讲有一个例外，就是你们的元首如果讲一些我认为非常美妙的东西，也许我会参考。对他美妙了。那我请问大家，我们现在台湾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出来给川普听啊？川普说啊，在台湾搞，我成立后，你觉得台湾有什么东西？台湾还有什么？我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台湾应该给川普讲，我们的代表不管谁，应该给川普讲，即将到期的我们的手中的美国的国库券，完全捐出来。然后呢，请日本、请韩国或者美国也参一份，大家共同形成一个发展北美的共同基金。这个钱就是很多啊，很多，非常多。那5000亿美金就留在美国开发密西西比河两岸，开发墨西哥沿岸，把美国这几十年失去的产业通通救回来，让大家有就业的机会，让养虾的可以回去养虾，不要怕越南的虾子。这个一看天还乐呀，这从根去救美国的病嘛。不，这个我补充一下，你这个利益很好，就大家赚美国的钱，捐一点出来，然后并且开发。可是这样子，美国你没面子啊！我大国以前是你靠我们，现在我靠你们。不，我跟你讲，你就错了。这个面子问题川普不是考虑这种面子的小问题的小人物。你要讲呢 ，OK，I get it，I accept it， 我接受。我们的外汇存底几乎都买美国的公债，差不多6000亿买了5000多亿。你这是到期的，你就放弃嘛。中央银行，你先问中央银行愿不愿意啦？休息一下再回来。对，我们。好，这个他们说协商有共识了宣布卓荣泰4月11号下午到立法院专案报告，上午处理警察人事的复议案警察人事条例啦，就是给警消比较好的这个退休金待遇了民进党也不肯然后一直到其他那另外呢，柯建铭又去讲股了说卓荣泰到底这个关税专案报告要协商这个，柯建铭现在一讲话就不停了，这很奇怪一讲就讲很久老狼，然后韩国老狼保龙满不安呢那韩国呢这个无奈比战离场，我们看一下。容许我第3次提醒你好不好？我们容许我告诉你什么叫报告好不好？院长总理，院长不是指挥谁讲话的？因为我们有4个议题嘛，你等一下还可以继续。你有可以啊，你有增下嘛？一个议题，好吧？你后面还有2、3，你这排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我们一个一个来。你这个就是要让这个一个以后表决嘛。不是现在有时效，然后大家对于卓院长来报告非常的关心。院长，拜托给我讲话，你不要插嘴。不是你这样我们效率没办法进行嘛？因为我讲成才有效率嘛。那么第一轮发言已经完毕，我们现在休息，大家进行沟通。卓院长来报告的时间。尊重主席好不好？尊重主席嘛。他走了。主席被你气走啊！又有小刚喝。昨天柯建铭为了这个抢C位了不满户问题做主位呢，所以呢卓荣泰出来拍他打圆场傅昆萁就酸说立委并不是要去搞那个大风吹抢位置的游戏嘛卓荣泰说呢，哎呀政府一体啦，没有主客之分啦行政立法都是政府啦那另外呢，昨天柯建铭也唱多少抢了40分钟，还扯川普怎么叫我们停大罢免？凭什么大罢免呢？川普也在搞大罢免，把你们都罢掉，
来，才会。不是，我觉得不管是从昨天的柯建铭抢 C 位，又或者是今天民进党立委全体杯葛院会都凸显出，当现在各国都在急着解决问题的时候，只有我们的执政党急着在制造问题。事实上，今天我觉得为什么要这个杯葛院会呢？我觉得理由很简单，因为行政团队没有准备好要如何去应付今天包含我880亿要如何使用，然后我们的对策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怕问嘛。问了答不出来，丢脸，那只好怎么样呢？就干脆我都不上台报告，然后我也不上台被问。所以呢，今天我觉得这个吴秉叡还有民进党立委呢，通通都是在帮赖政府遮羞啦，就是遮羞布而已。那我觉得整件事情呢，凸显出赖政府的无能、无力治国。其实从第一天，然后到现在，你会发现一个对策都没有提出来，所有都是很华丽的形容词，包含我们会严正交涉啊，然后我们已经提出好了一个备案。然后要去做准备，要准备去交涉，然后还有包含林佳龙说，只要时间，然后方式选定之后呢，我们就会去跟美国交涉。那这起却凸显出什么呢？现在时间，然后现在方式，什么都没有谈好，什么都没有办法提出来。那只有从一开始严正交涉，然后到现在直接先对美国跪了再说。就简单来说，现在就是先对美国腰软嘛。那如果要从零关税开始谈的话呢，其实越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啦。越南。美国都已经把话讲得这么重了，很显然，今天美国其实要包含消除的是这一些非关税的障碍，还有包含技术标准等等的嘛。那如果美国要求台积电的高阶制程要通通移到美国，又或者是说美国进口的农产品都要这个消除审查的话，那赖政府要接受吗？我们的国门大开，门户大开，赖政府要接受吗？那到底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呢？至今国人是一个都没有看到，只有看到现在赖政府不断的在立法院大闹而已。那这些大闹，你说没有赖清德的这个默许，他们敢闹吗？现在国难当前，他们敢闹吗？我想也不敢。所以呢，这个事实上，我觉得这就是赖清德他默许在这些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的一个作为。那最后为什么现在好像大家会开始提出，蔡英文要去谈？我觉得事实上这个就是民进党自己人啊，包含这些立委，其实开始对赖清德都产生不信任感了。第一，我觉得他们觉得赖清德没有这个手段，没有这个方式可以去跟美国谈，所以开始在帮赖清德想办法。其实我觉得这几天也可以凸显出民进党的集体焦虑，不只是焦虑这个关税如果没有办法解决，又或者是降低对台湾的伤害呢，最后会反扑到民进党自己。第二个焦虑是，哇，原来我们的总统这么无能啊！那如果呢要再让他带领我们这个3年的时间，这个要带领民进党的话呢，真的可以吗？所以我觉得现在民进党整个立委还有党公职是非常非常焦虑的一个状态。好吧，老柯昨天怎么闹行政？我们看一下。朝野工商国事，全场就等他。只见姗姗来迟的柯建铭径直走向傅崐萁。为了11位动口又动手，柯总召火气很大哦。代表国家。柯总召，这是1个月报的题材哦，在吵这个名字。这是国家最严的。身为主人，卓奎尴尬上前，连忙安抚柯建铭，但合照完，他还继续想讨 C 位。媒体开放时间结束，请同仁协助媒体离场，谢谢。最后，副院长郑丽君让出卓奎旁的位置，才结束这回合。大家一起来共赴国难，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大风吹抢位置这都不是我们国会议员来该做的事情。就怕自家总召失言被延上，吴思瑶连拖带拉将人带走。毕竟前一天政院内朝野会商关税，柯总召配角成主角，一讲快40分钟，实在是没有什么主客之分因为大家愿意坐下来就当前遇到的问题来做讨论，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算卓奎不放在心上，介意的可是蓝白两党，因为会中要谈川普关税，柯建铭却从川普要全球大罢免聊到蒋中正一边一国，甚至谈到厂商被砍单和停单放无薪假，柯建铭还说厂商要自己避险从立法院主场到客场行政院，处处都是柯总召的伸展台。好吧。柯建铭现在还说关税战厂商要自己避险你们都不知道要避险，对不对？谈关税不是谈一天，你不自己避险？现在政府帮助你们，政府帮助你们什么？还是要搞大罢免
哦，然后呢，今天老柯到这个立法院要进去的时候，还问媒体说：“你们要不要访问我？”吴思瑶吓死了，赶快把他带走，免得他就乱讲话了。哦，所以呢，《联合报》的评论是说：“你这个已经秀到下限了，民进党你这些立委干什么呢？你要掩护行政团队，你这连掩护办法都没有，江郎才尽了。”来，嘉宇。现在大家都怪赖清德了哈，赖清德管得住，柯建铭管不住。为什么让柯建铭能够这样肆无忌惮，到处闹完立法院闹行政，闹完行政院当立法院？这个柯总召从这个赖清德在当立委的时候就已经是总召，那时候赖清德还是他的干事长，所以你就知道柯总召的辈分跟沈大佬是一样的。那像这么有辈分的人，说实话，当然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尊敬。但是问题是现在柯总召本身的压力也真的很大，我相信他一直以来都承受着所有这个国家还有这个执政等等各方面的压力，这个负担跟包袱已经让柯总召现在心力交瘁，甚至大家也感受到他的焦虑哦。那所以表现出来了，当然大家会觉得充满着这个忧虑的感觉，然后所以就会比较激动一点。那当然这样子的情况，也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能够休息一下，放缓一点，然后让事情能够有一个协商沟通的一个方式？因为毕竟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关税的问题对产业的冲击，台湾要怎么因应，这个才是当务之急。那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如果只是让大家觉得说我们这边非常的焦虑，我想也不是民众想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能够集思广益，尤其是卓荣泰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那韩国瑜今天也让大家能够协商，都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谈的机会，应该要展现我们的智慧，大家好好的沟通。所以你的意思是像赖清德啦、卓荣泰忍耐柯建铭，就像你忍耐老沈一样，就是。他们讲的话，我们都是在旁边微笑点头，对啊。我讲一下，柯建铭最近状况连连，他昨天去抢那个席位有什么意义呢？你客随主便啊，行政一直这样排，你把他赶走，说他为了什么？为了大罢免。他认为说我戳他，你居然还叫他做主委？你还给他做主委，然后剩下其中打一个人，但是他仇恨值高，你还给他做这个主委？傅昆萁、黄国昌以在野党的领袖去参加你行政会，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对，没有问题，已经给面子。第二个，我们公开讲了，880亿，主席啊，朱立伦啊，说880亿不够，2000亿，马上这么大方说全力配合。国难当头，你们不是还讲说动啊3的预算都应该来救难吗？是早就他们不愿意，他为了大罢免。第三个，今天的吴秉睿很清楚的，你看就一个人呢，底下没什么人的，为什么？希望我们去排除啊，希望我们去拉一拉，开始要开会了，我们不要拉，你自己想办法自己下来呀，你自己下来呀。你这个东西，我们按照议事规则来开会，你要这样子搞，你瘫痪自己的团队，是吧？第三个，第四个。我要提一下，不要忘了这个柯建铭刚讲那句话，什么话？他厂商你只要知道关税，这是避险。我要请教柯建铭，你知道现在多少的中小企业在哭，你知道吗？在淌血，你知道吗？我还接到彰化县长的电话，王惠美以前是立委啊，他忧心忡忡啊，他说我彰化县70%的产业是传统产业，像美国的，现在有些怎么样？有些那个厂商跟他讲，你不要再送货来了。有的走到一半的时候，你不要上来，为什么？要加32%，谁来负担32%？看起来就是要加32%，这样的。还有我们看股民，他的利润根本没有那么多嘛。股民昨天啊暴跌2000点，我们股民大概1300万人，损失6兆6，平均一个人50万哦，平均一个人损失50万哦。这些都是哀嚎他居然来讲说，好像一副就是为了只有大罢免，还最可笑的是讲什么说，川普也搞全球大罢免，他讲大罢免是罢免共产党、罢免中国之后，全世界剩2大国家最强的美国跟台湾，他讲这话，各位，现在川普面对的要课的关税就185个国家，他说大罢免之后，其他国家等于头都不见了，只剩下美国跟台湾我插一句了，就是这个我觉得2党都差不多，都非常可笑。因为柯总召在讲是川普在罢免谁？罢免习近平，对不对？然后呢，罗志祥也在讲说我们要罢免川普。
你看都把自己国内的事情没有办法搞清楚，就扯到美国、扯到老共去了。有这样的委员呢，我常常觉得说，其实是很难看，但是用不着到大罢免。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川普关税哦，就是很多我们的船厂已经在那边苟延残喘了，哦，已经很辛苦了，哦，一直在设法提高它的附加价值，哦，增加它的价值，哦，但是呢，利润都不是很高了，哦，然后呢，说这是变成川普来最后一集加了32%，它利润哪有那么高啊？所以呢，比如彰化一个老牌叫做纺织厂，叫做森人纺织。所以呢，他就讲说没有办法了，我现在一年会损失6000万，我必须要砍掉2/3的人力，而且呢，给他们放无薪假，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嘛。哦，他说我真希望，他跟他儿子说多好惨了，我真希望我今天晚上睡了觉以后就不用再醒来了，一觉就过去了，所有事情俱往矣。哦，讲这个话，他说真的是太沉重了。自己背负他自己的家族100多个员工的家庭的重任，哦，那我如果采取缩编，我不是不负责任，我是没有办法。我希望我将来有能力，还能够对我的员工负责，但我已经没有能力了。哦，他说呢，现在贸易战一开打，它的成本会增加20%到30%，光物价就32%嘛。哦，物价现在原料又涨，哦，然后呢怎么办？哦，所以呢，他说这个冲击会比 SARS 的时候疫情还更严重哦，所以呢，这是彰化的纺织大厂，因为彰化那边纺织厂也很多了哈。然后呢，这个水五金哦，就是跟龙头就跟水有关的五金啊，龙头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然后等等。彰化也是大县，每年这个产值是600亿元哦，70%外销美国，都外销美国。为什么？你卖欧洲厂，台湾的高级豪宅用的是欧洲的产品，德国产品啊，意大利产品。哦，西班牙产品，那所以呢，美国人可能也买不起，所以怎么办呢？为什么喜欢台湾的东西？台湾东西呢，基本上这个物廉价美，这个物美价廉，就台湾的东西价钱不是很高，品质还可以，没有顶好，没有像欧洲那样重视设计的，但是还不错。美国有很多中下层的人，他也买不起欧洲那些东西啊，又不是上层社会的人，所以台湾的东西对他来讲喜欢。哦，喜欢，觉得还不错，所以呢，现在水五金业者也说呢，要不然就裁员，要不然就关厂，赚不了什么钱呢、利润本来就薄了哦。另外，高雄的螺丝产业，就螺丝啊，哦，也说美国的客户出货已经喊停了，说先不要出货，因为现在出来就要32%的关税，那么我们也付不起你这个钱，我们也不能吸收哦。那另外呢，这个陈其迈就跟行政院喊话，说要降低股票质押或是融资贷款部分呢。哦，但是这又可能在金融面产生影响，厂商过不去了，希望都多贷点钱渡过难关，但是万一将来还不起来，银行怎么办？所以马文君也出来说，中部有2大产业哦，一个就是这个传统产业哦，譬如说工具机，台中彰化的工具机哦，工作母机哦，外销不少的，另外就是农业，2个大产业都受到影响了。我们看一下。美国对台课重税冲击不少国内中小企业，经济部列出数影响30大产品，其中纺织品就在列。是又急又快，实在是让我们措手不及啦。2-3年来我们的可以消失了75%。彰化这一间经营40年的老牌纺织厂老董无奈表示，原本订单就剩25%硬撑着，如今美国宣布对台课32% 的重税，无疑是最后一击。只要能够不赔本，或者是赔最少，我们都愿意撑啦。可是以这一波的情况这已经是最后一击啦，所以我们公司可能会考虑把工资减少2/3。订单大量流失，公司内部开会决议精简人力，再来还是无法赚钱。董事长说，只能够收掉工厂，但会尽量协助员工们转职。这一些货到底要出还是不出嘛？那得到的结论很多都是说暂时保留，先不出，先等后面的税率怎么样。其实水五金的利润才10%，那你加了30%，那大家说那就不要出就好了。而彰化鹿港作
作为水五金产业重地，有老板已经接获美国厂商保留暂停出货的通知。不过原先的订单他们也还是继续制造出货。业者说短期营运不受影响，但长期维持现状，恐怕就要安排员工轮休。现在一向都有这个考虑，说未来呢，并不排除到美国设置这个轮胎厂的。建大轮胎则表示，目前没有裁员的计划，但要是关税战持续，会考虑把成本转嫁到市场上。而建大早在北美有轮圈的产线，也不排除会再到美国设厂。除了等待政府的帮助，也要制定策略来自救。哎呦，有些行业到美国市场是可以的，有些那个附加价值不高。你在美国市场，美国劳工那么贵，对不对？你工资啊、各种厂房啊等等一堆，你要卖多少钱呐？哦，这都是很困难的了哈。我们再看看螺丝业，好，我们看看螺丝业怎么讲。美国宣布对台苛征32%的关税，冈山的螺丝大厂脑神在，因为根据以往实施的323条款，已经对他们苛征25%的关税，不在这次的影响范围，但仍有些业者抓雷弹。冈山这边其实都以接加工为主啦，会直接面对客人的会比较少，可能透过贸易商的影响，可能也会比较大一点吧。是不是有其他会新增加的一些成本或者是客人的要求？原来国内小美扣件，如果是资本技术雄厚的大厂，大多直接对接美国买家，关税没有变动。但如果透过贸易商找买家的中小型业者，除了原本的25%关税，是否会在进出口过程增加成本？因此就出现约7%的关税差额，而这样的厂商就占了国内40%以上。还有人已经收到厂商要吸收关税的消息。另外，台南这间以无患子为原料的生技公司也正忙着打包，但比起往年每次3-4个货柜，去年底接下小美的订单已经剩下1个货柜。美国是还佫接阮的差不多3%尔嘛，所以目前还佫无使咁多，但是阮去年度阮的万能一直在扩展另外8位国家。国内的无患子可以做成保养品、清洁用品，不过原本销美国2%的关税，一口气来到32%，等于成本就增加了30%，几乎吃掉利润。预计将出货的这一货柜抵达美国后，将会实施新的税制，因此会赚会赔将成为指标。目前除了将跟买家重新协商价格，如果没有共识，恐怕也只能另寻出路。我看。现在这么多的各行各业、传统产业、轮胎业、螺丝都出现问题，它直接订单就被停掉了。因为你加了关税以后马上上路，我们怎么办？所以就要快，要赶快处理。所以今天礼拜二，立法院还出现吴秉佑委员坐在那边，那个东西对民进党是重伤啊，重伤。为什么民进党会认为说不行？很简单的，这个都不跟大家多谈了。说3月25那天，那个中泰已经离开了，后来7点25再去过那个公投，当然，民进党觉得说那个过程不对，所以你要去争执，已经4次的院会了，这就是反应嘛。你在美国祭出关税之后的第1次的院会，就是今天，你还在站，而且刚刚宝哥讲到重点，只有一个吴秉佑委员在那边，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开会的话，你把我排除就好了。那你为什么执政党昨天执政党的行政院长还在拜托朝野来到行政院，我们可不可以赶快来开会？而且排专案报告就排礼拜5，那礼拜5就要开会了，今天礼拜2。把院会瘫痪干嘛呢？对，今天不会是专案报告，就算吴秉佑不在那边，今天是做什么？就是政党代表的总质询。那政党代表质询后面还有各分组的，你要让它进行，因为这些问题就会上去了嘛。每一个委员就会问了嘛，请问一下行政院长，我们现在目前螺丝业怎么办？轮胎业怎么办？那这些相关受影响的人在家里看电视以后，发现说政府有在做事，结果你把政府能做事的机会给白给浪费掉以后，还叫他们自己避险，那就我自己在上面说我等你来把我排除，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代表说你的行政团队完全认知错误，认为说反正大家会理解我们去抗议3月25号，那已经是盘古开天，没有人再管那个了。因为现在出现了个重大的问题，那包含呢在发生问题之后，赖总统出面的时间，大家去跟新加坡总理去比较，人家1天，我们这边什么4天，然后你4月2号的晚上11点59分 po 个文章讲说大家安心睡。结果5点钟出来是32%，是不是掌握的错误？再加上柯建铭总召有10%，对，他说10%，他没有讲这句话的话，还讲说大家放心的话，还不会有落差。所以现在这个就是严重的落差。当大家都在急的时候，今天我是觉得过往其实感受都不强烈，今天的那个吴秉佑委员坐在那边，
然后还讲说，因为我们要怕他确认，我们要确认议事录，那是一个无效的公投。这种时候再去谈反戒严跟反废死公投没有意义，先把关税的问题跟现在目前所有传产跟大家还有股市的问题先解决。所以当前的院长都要求要开会哦，还在那边抢4位，那个所有人都了解嘛，主位，然后呢幕僚，后面是机要，主客陪客，后面是随员。黄国昌也坐在第3个啊，为什么？因为国民党52席，民进党51席，民众党8席嘛，所以一定是这样排的啊。怎么会在那边吵那个？而且进来的时间还比行政院长还要晚，连主人都到了，他还没进来，这些东西都不是重点。结果反而变成大家讨论的焦点的时候，就表示目前在应对关税战的部分，现在目前执政团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大家看到新加坡那个总理吧，写给新加坡人民的那封信，写得多好。新加坡被美国抽多少关税，你们知道吗？10%最低，他都紧张，对不对？那我们34%，我们34%，你还能好整以暇吗？续了再回来。好，北部昨天7个县市呢，他们已经开会了。那中部卢秀燕8县市首长，因为中部受伤也蛮重的也开会而且呢发表7大联合声明有些中央要做的，有些地方要做的啦等等要保护劳工啦，现在很担心劳工受到影响因为台湾真的外销对台湾太重要了那美国又是对台湾的外销很重要的地方那另外呢，台北市又估有2800家企业受创，所以蒋万安说，你中央的谈判筹码到底是什么？他什么筹码都没有筹码，他其实有，他也不会用了蒋万安担心接下来恐怕会轮休、放无薪假、裁员，员工就受到影响那另外呢，蒋万安也暂时赞同张善政说呢，超征的税收呢，赶快用来纾困吧那另外谢国良也希望中央纾困说呢，基隆很多厂商。供应链准备要放无薪假就是所谓无薪假，就是我又不忍心裁我的员工，但是我又实在是公司又经营不下去了，所以呢，是不是就放假？你还是我员工，但是就回去休息吧，去度假吧然后但是没有薪水，那没有薪水他怎么度假呢？杨文科新竹县长说呢，这是因为新竹科技园区也面临挑战了说这是严峻的时刻，这没有一个行业说我是很好的啦，都很严峻了所以张先生他们现在直辖市长呢，特别很多都不去行政院院会，叫秘书长去或叫副市长去。他说他要自己去，要把这个桃园的产业，桃园工厂很多产业的心声讲出来。那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说呢，这个攸关国家运作，所以呢还要继续催大罢免，大罢免这个必须要干的，这个大关税算什么？大罢免才重要。我们看一下。希望能够在民生上面帮着整个国内稳定物价。我想很多时候可能需要市长帮忙转达到中央。产业界当面反映第一线焦虑，台北上蒋万安拜会内科发展协会、北市进出口工会，还有商业会，身处关税海啸第一排，台北市部分产业已经很惨。评估受创比较严重就是资通讯产业，还有汽车零组件、机器的零组件、电子零件，当然还有包括我们台北市商业会有反映。运动器材设备、自行车等，目前台北市受到冲击这些产业，预估大概2800家，那总营业额大概9200亿左右，占台北市整体的营业额大概5%。出口导向被重击，但即便是以内需市场为主，恐怕也得提前因应。那如果我们台币在贬的话，就会影响到一个末端的售价，最重要的是影响我们的买气。各行业别都绷紧神经，就连食品业也透露，还有货柜正在前往美国的海上，也希望中央帮忙。已经出口了，其实他就认，他不会说你到港才会抽你这32%。那只是我也希望说，我们政府我们代表团也已经到了美国去了嘛，那希望说他可以替我们食品业。发生，希望地方中央能提出解方，尤其县市间还必须联手应对。新北市长侯友宜7号下午也主持产业咨询委员会，包含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等产业代表都出席。关税海啸将袭来，大难当头，双北市府想方设法先自救。那乔伟。
当川普公布新关税的时候呢，蒋万安第一时间站出来，还有包含张善政第一时间站出来。我看到的呢，不是民进党的拍手叫好，反而是民进党开始谩骂，开始说蒋万安啊，然后张善政啊，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我想告诉民进党的是，今天不管是蒋万安或者是说蓝营几个邻近的县市首长，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其实不只是让人民看到，这才是一个地方父母官的一个态度，而且事实上，蒋万安还有包含这个张善政他们在做的事情是先盘点大家的这个损失，以及盘点各部会的一个资源，看到底地方可以给出哪一些资源。当然，我们也知道地方政府可以做的是有限，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次关税的表现呢，几个蓝营县市首长其实表现的真的是比中央政府好太多了。像是郑丽君，他就跟大家说，我们都有准备好，我们都有沙盘推演。他甚至说，沙盘推演从10%到35%这个区间，他们都有推算过，甚至还说原则上呢，他们是以25%以上来推算。那奇怪了，这次这个川普的关税怎么就没有一个方案来呢？你们不是都推算过了吗？那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有一个方案，然后甚至是连出来这个信心喊话都晚了，足足是2天的一个时间哦，所以会让人家摸不着头绪了。到底民进党真的有没有想要治国，还是真的是希望这个中华民国越乱越好呢？而且现在国难当头，民进党还在喊大罢免，不只是柯建铭、吴思瑶说这个罢免是重中之重，还有包含曹兴诚。因为曹兴诚最荒谬的还说，这个关税要多少%跟国民党一点关系都没有。请问一下，国民党不是台湾人吗？其实，请问一下，国民党不是身在台湾吗？今天关税的问题是攸关每一个国人，不要说股票，不要说那一些受到影响的大厂，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我想大家对于这一次这个赖政府的准备为什么会觉得完全没有准备？就是他在他这个880亿那天，大家等了很久，4点的这个卓荣泰的这个记者会端出来的内容，其实前一天工商总会的理事长就已经讲过了。这次因为企业他自己首当其冲，所以其实不管是工业会或者是工商总会，他们其实就很早就开始准备要自救了。我有观察到，刚刚采薇讲的，其实几个这个县市首长为什么这个时候都跳出来？因为他们第一线一定会收到非常多企业的一个陈情嘛。其实更早之前今年年初，你有仔细去看，就是蒋万安在这个川普上任之后讲说要收这个关税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推动这个所谓的一个企业平台，他希望企业在这个模拟，就是说我们到时候会遇到相关的事情，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就可以把相关的这个困难可以把它丢出来，这样。所以刚刚这个赵大哥特别提到，这次新加坡总理他的所有的谈话，为什么让大家觉得北北喜总统那还差价贼？你知道那个谈话是有让大家觉得有高度、有稳定性，那也告诉你有困难。可是我们在总统的谈话里面，只听到他叫我们不要恐慌，可是刚我们的股票大泻千里啦，所以我觉得回来讲。这个时候当然是国难当头啦，真的是中央地方一定是要一起合作。那在立法院里面，我觉得民进党真的就不要再执着你们的大罢免了，因为所有的县市首长，不管是蓝的或者是其他颜色，大家都希望可以赶快过这880亿啊。那也要来讨论，就是说这880亿到底够不够？如果不够，有没有其他的经费可以一起来挹注？教育。当然，我觉得行政院第一时间其实4月5号就已经跟白宫建立这个沟通的管道，那一直到现在，对于产业界的座谈等等也一直都有在进行。那只是这个过程中，到底川普总统要的是什么？如何能够争取到最佳的这个结果？当然，我觉得行政院也在努力。那如果对地方首长来讲，这时候倾听这个产业界的声音，当然也是很好，因为毕竟大家都一起来为台湾在这一次的这个关税问题里面如何去度过，去共同努力。我相信。这也是民众想要看到的。来，是吧，兄？这个时候，老百姓要经济，要活命，要生活，不要政治啦。这个很清楚，各位可以想一想。现在你还在街上去联署这个大罢免，他想说，我今天亏了50万，我今天亏了几百万，我要跟你连这个，我要跟你连这个生活的问题，我马上无薪假了，你这不这，所以这时候其实大家我们都在愿意。全力配合，这个时候就是拼经济的时候。我要提一个东西，非常重要的东西。现在我们讲赖清德总统一开始讲说，我们零关税，学越南。
那结果是没有用的，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各位哦，最高的是30%，是健康食品，那个还好。第2名20%的是鸡腿啊、鸡腿啊。第3名的是汽车17.5%，第4名是牛肉，美国的牛肉6.5%。请问我们的农民怎么办？你一进来的话，零关税，农民怎么办？你有没有问过这个几十万的农民、上百万的农民，让他们怎么办？一进来的话，跟美国有竞争吗？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赖总统支票开得太快了，现在他认真想怎么样还他1兆3000多亿。来，沈大佬。我觉得这一次的灾难啊是国难级的，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由于政府的这个迟缓的行动，我觉得多多少少，我觉得社会上每一个阶层，尤其是老百姓的感受，并没有那么严重。大家觉得说，这什么那全部相关的，不是外销厂商了。你等着看，你等着看。有人已经讲，他说持续5个礼拜以后，泰国恐怕就会发生金融危机啊。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将来这是百工百业通通影响啊！台湾人最喜欢天生被做生意被探钱知道咯，完全等死，你怎么办？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在讲说，怎么还在大罢免？那民进党一定会讲说，也是确实啦说不是我们发起的，是公民团体。所以沈大佬那个审6条就讲，所以是党主席是不是可以要求整个民进党就不要以那个东西为重了？赶快开会，赶快解决这些台湾百工百业的问题。如果你把重心放在那边，那罢免后来还是成，那罢免团体他有去，民众会看你的重心放在哪里嘛？如果你现在目前包含了立法院还在背个，或者是还在草州副会期不能坐哪个位置，是因为罢免的对峙的那个气氛不能够松懈，必须还要高涨的话，那民众就会觉得说你没有要解决问题。